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那在去年11月、12月份啊，我介绍过一个 B 站的网友 KitCoat 啊，就这位啊，他当时呢也很快就烧出了原石啊，就是手工制作热解石墨的一种方法，很土办法，很有效。那现在啊，他还在继续烧，他烧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给大家先看一下视频，一看你就会震惊的 ，amazing 。怎么样？是不是挺震惊的？这个样品呢，这个它可以复现啊，并且呢，这是3张图片我做的视频。实际上，真正的视频呢没这么大，我是做放大了。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用过去的复杂磁性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用磁铁来模拟，你做不到这个效果啊，尤其是倒着。你可以在正着是可以的，你倒着很难。那现在这个事儿呢就很难解释了。你如果不用钉扎啊，不用超导来解释，你可以用其他的所谓的铁磁体啊、复大磁性，你试试你能不能做出这个效果来。而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怎么保证呢？我心里边认为是真的，因为他也是我们群里一个网友，一直是在不停的烧，那他可以说也是 LK99 十分超导的一个狂热爱好者啊，我个人认为他不会作假的。大家看到这个图片里边，上半部分是黄色的，下半部分是白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黄色的呢实际上是桌面，那么它现在呢实际上相当于侧着，那白的呢是一张纸，它做背景的，它应该是这么拿着，或者是怎么样摄像机弄好。总归来说呢，这要不就是一个侧着的，要不就是个纯倒着的啊。具体朝上是哪个方向，我还说不太好啊。但这一定是一个半侧着的或者倒着的这么一个图片。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视频，他的视频啊还是很好玩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是立着的啊，这个薄片立着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他自己说呢，我这个叫薄膜啊，实际上呢，这个还真不是薄膜，这是个薄片啊。但是薄片做的很惊人，你看了吗？他拿一张纸啊，在后面做背景，也遮住他办公室的其他的东西，看到了吗？很明显的这种垂直竖起来的这个薄片，而这个薄片呢，和你用铁磁体打坏的一个薄片在上面立着，不是个概念啊。这是一个视频，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更好玩了。另外一个就是倒着悬浮的，我这都是放大了几十倍了啊，看到了吗？这个东西呢，样品和磁铁是有一个小的接触的，但是啊，你倒过来之后，你就很难用这个铁磁性来解释了啊。如果排除作假，那这个事儿就我个人认为你只能往超导这想了。看到清楚的看见了吧？很薄的片啊，那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它的抗磁性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更好玩的。那放倒之后啊，在桌面上，上边那是他 B 站的账号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他一下啊。看到了吗？这种抗磁性看到了吧？它没有粘到磁铁上。再看一遍啊。所以啊，这个就比较明确了，是吧？它就是能倒着悬浮，而这个呢，让大家想起了 CES 2023，就是那家韩国在美国的公司，他们搞的一个所谓的发布会。前2年我还说过，他们的样品也顶多也就这样。所以啊，这个 KitCoat 的这位网友啊，他的这个浮现啊还是很出色的啊，不叫浮现了，他的这个新的合成还是很出色的。那么出现这个东西以后呢，
它能稳定的输出啊，它有好几片这样的样品，这就很惊人了。那姚老师啊也在知乎上留言说，他这个呀，如果不往丁扎这儿靠的话，你怎么解释它呢？是吧？这是我们说知乎上哔哩哔哩上的这个网友啊 Kid Code 他的这位炼丹师他的最新的一个成果，他的 B 站账号呢也更新了这个视频，我经过他同意呢，在油管上也播放了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呀，除了这位炼丹师的复现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韩国网友啊对于姚老师他的这个所谓100个啊，姚老师在知乎上说有100个样品，把韩国网友给惊住了。我把这图放大点啊，这是韩国网友在议论的，说兄弟们，中国的诗歌教授有100个样本是什么？100个样本，这个姚教授啊，或者是喜之熙这个网名呢，通过机翻啊，就总翻译成诗歌教授，我不知道这和这个知乎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个出处啊，就来自于这个地方。实际上，知乎的姚教授的一个回答已经被网友呢转发到了 X 平台上。他实际上是说呢，我如果有100个样品，是吧？那么会怎么样？哎，就被这个其他人啊就被理解成100个样品了。所以现在的中国的这100个样品啊，让韩国网友心惊啊。那这次李世培发布会之后呢，韩国网友呢对金教授的说法呢也有一些改变，其中呢就包括他在这个就是 APS 上发言的这个内容啊，凭什么老金他排在第一位？凭什么金教授排在第一位？是吧？这个第一作者呢应该是李世培，但是奇怪的是呢，金教授他自己既没有亲自观察样品，只是收到数据进行解释，按道理说第一作者啊应该有实验者啊来担任，所以对这个规则呀他们提出质疑。实际上呢，韩国网友可能是有点过于认真了，较真了。在 APS 上发言啊，首先你英文要好，你的专业英语水平表达能力要强啊。如果在韩国发言，毫无疑问肯定是李世培上去说。你到了美国，如果你用你的韩式英语你讲明白也不行啊。李世培的英语水平啊估计也还可以，但是做这种公开的专业发言念稿，我估计问题也不大啊，没准比我还强的。但是呢，他如果在问答部分就应付不了。而金贤卓教授呢是威廉马伊学院的教授，那他应付这个场合是没问题的。所以就针对 APS 上的这个发言啊，这么一个作者的顺序，韩国网友提出质疑来，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过于的这个太纠结这个事儿了。但是也不排除啊，这个论文发表的时候真的没准金贤卓是第一论文作者，那就是确实是有点过了啊。那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 APS 这个发言上啊，其实很多这个韩国网友啊，他是那在这个 APS 发言的稿里边啊，这个细心的韩国网友呢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啊有一个问题我当时也隐约想了一下，但是我没有较真，没有勾下去。那么他们介绍啊，说这段英文文字啊，描述了一种称为 PCPOSOS 的材料，它在室温和大气下表现出超导行为，包括零电阻、麦斯纳效应以及在磁铁上部分全幅的这种现象。其中啊，他们说呀，悬浮的部分呢是由于磁铁在磁场上的不均匀引起的，在临界磁场范围的 HC1 和 HC2 之间发生。此外啊，作者将就是这个铅铜磷氧硫解释为2类超导体，并提到了一些关于磁场这种不均匀性和流体固定的现象。这个韩文在文字里边，他就是在那个 DC 论坛上啊，就说呀，他说在学术会议上展示2个悬浮的视频和2个磁铁的视频，那你为什么不展示这个完全悬浮呢？你比如说磁场不均匀，是吧？那你可以通过改变磁场的方法让它均匀，是不是？你磁场均匀了，它是不是应该就浮呢？你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把这个半悬浮就归因于磁场的不均匀性。
这个网友提的确实是个较真的人，我觉得他生活中可能也是个比较认真的人啊。很多人可能也想不均匀性，他就半悬浮了啊。那这个解释我也能接受，是吧？就没有人跟他较真。那我让磁场均匀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是不悬浮、半悬浮还是悬浮呢？哎，好玩吧？所以这个就针对这一篇 APS 发言，韩国网友呢就提出了一个是作者的排序问题，一个是这个半悬浮。如果磁场均匀了会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对于这些我们说这些狂热的爱好者来说，提出这些问题质疑是应该的啊。至于他有没有道理，那你得给我们解释啊。这是关于这个 APS 发言啊，以及韩国网友对老金态度的一些变化啊。那说起来啊，这个在最近啊，就是李世培以及这次这个就是全部的这个发言稿这个露出之后啊，大家看到了更多的信息。那之前啊，我的视频里边字幕啊确实是比较乱的啊，那么没有完全的这个把信息给大家讲明白。后来呢，有不知名民科呀在知乎上也发了一个比较全的比较好的翻译，默默呢也翻译了。后来呢，我呢也找到了这个韩文的这么一个一个通稿的这么一个李世培讲话的东西，我也做了一个翻译，做了一个宋批啊，改了一些字儿，也贴到了 B 站的专栏里边。随后啊，我会把李世培的这个发言稿啊完全改成英文。我在想用 AI 还是我再念一遍。这些李世培的这个发言啊，其实内容是非常多的，它几乎涵盖了我们过去对 LK99 关心的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大部分还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对于其他语言的非中文非韩文的这些朋友来说呢，他们其实也想知道，但是啊，这个韩文啊，它毕竟是个小语种，你要通过机器翻译甚至 AI 翻译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可读性都比较差，所以呢，我用手工也改了一下，这个英文稿呢基本上已经改完了，今天或者明天呢，我会把它念出来给大家放出来。在应该说姚教授、郑开呆啊，包括牛建章他们的论文出来之后，再加上李世培的这次讲话，可以说就彻底的重启了新一轮的 LK99 的这么一个热潮啊。这个我绝对不是说吃瓜群众不嫌事儿大啊，它确实是起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朋友大家可能还比较有印象就是这位叫麦卡利普 Andrew 麦卡利普，这是在美国复现的第一人。他是一个机器人工厂的老板，他最早的时候呢参与了 LK99 的复现，并且呢兴致冲冲的把他的样品给了加州理工学院做检测，发现不是超导怎么样的，是铁磁性怎么样的。那现在呢他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说他一直在看我的视频，有的还给我留言，在我的 X 平台上还给我留言还点赞哈。他说呢他这次是看到了戴博士的论文，他说呢I'm not emotionally ready for round two. round two. 他现在纠结是不是开始第二轮开烧呢？因为他看了郑凯呆博士的这个论文郑凯呆博士论文里边呢讲了很详细的合成路线，可以说是一个优雅的这么一个合成。好的，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Kid Code 这位网友，以及这个韩国网友对金博士他的这个金教授他的过去的一些看法的变化，以及姚教授那个100个样品对韩国人的惊吓，以及最后呢我们说这个最早的一批复现者呢有的又要开始下场了所以呢这个瓜我在9月底就说过，我说吃到明年过了春节都吃完的，现在看来3月4号老金发言，是不是春天我们还可以吃，夏天能不能吃呢？夏天当然更好吃了。夏天是 LK99 它的这个热点的这个事件出现1周年，到今年的7月份。那么在 LK99 或者说室温超导，老金在 APS 发言之后，他的论文能不能被 APL 接受发表，这是一个话题一个热点。第二个呢，他在 APS 上的这个发言以及其他的7、8场的发言，会后续引起更多的追踪争辩这么一个热潮，所以呢我们会继续吃瓜，瓜越大我们越高兴。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关于史文超的故事，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